Hello，大家好，我是催眠鱼。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我们来讲未来人37号语言。在国外论坛的贴吧里面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叫做37号的未来人，很不一般。因为他介绍自己呢是星体投射者。未来人说，我是来自于150年后的未来，我从小呢就一直进行星体投射。有段时间呢，我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穿越，他穿越到了过去、未来，进行过星体投射。所以他说来到我们的现代呢，他是通过星体投射的，然后把他知道的信息呢发表在了贴吧之上。他说每当他进行星体投射的时候呢，他都会把他的所见所闻给记录下来，所以他相当多的帖子谈论的都是他旅行到了未来的离奇经历。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未来人所看见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的。37号呢就说他穿越到未来的经历啊，对我来说呢就是心理上的深远影响。由于距离未来极其遥远呢，他说我曾经还被遗弃在一个垂死的星球上很长时间。由于极端的时间膨胀效应，他说我无法找到我的返航信标。而我在星体旅行的这个阶段呢，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当时。所以他说时间膨胀呢是相对论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呢，就是他指出啊是非常接近于光速运动的一个物体，其时间流逝的速度呢比静止的外部观察者慢得多。所以他说一位高速的太空旅行者呢可能会经历持续数天的旅行，而地球上的时间呢却要过去几个世纪。他说我可以在星体状态下旅行到数千年数万年以后的未来。未来人就说在星体状态之中呢，情绪感觉就像是辐射，当能量很强的时候呢就很炙热，当你达到高情绪能量区域的时候呢，通常就意味着那里也许正在发生着一些有趣的事情。未来人说从现在起大概150年之后呢，一座非常宽阔的金属封闭式装置呢，它似乎被牢牢地固定在了每一个城市的地面上。他说我能够看到人们坐在里面，被绑在椅子上，有些人呢站在通往金属装置的台阶的外面，朝着地平线望去，脸上呢都带着不安的期待。他说我还看到他们的附近是有一些蝶形的金属封闭型装置的，我看到远处的空地上布满了更多牢牢固定在地面上的庇护所。他说那是因为150年以后的气候变暖，未来灾难频发，每个城市呢都需要建设一个这样的庇护所。因为每当一到了夏天呢，一场巨大的海啸呢即将袭来，而避难所里的人呢其实都在等待着海啸的结束。未来人说那个时候的我们每个人的脑袋之中都会植入一个装置，也就是 AI 芯片，它把我们每一个人类呢都连接了起来，而形成了一个真正覆盖全球的网络，把全星球的人都连接在一起。那这个先进的网络之中还包含了人工智能的成分。那有了这种装置呢，任何人都能够随时的获取信息，不需要电脑、手机这种通讯装置。未来人说我用星体投射可以带你们去考察未来的医院医疗的现状。他说未来的医院呢都有自己的专车，它们结构完全相同，身形非常纤细。医院的车呢只能够并排容坐2名乘客，而它们的侧面呢和车顶都是透明的，阳光照射的时候呢，它们会自动变暗，在阴凉处呢会自动变成透明。车顶颜色呢都是深蓝色的，而每辆车的车门上呢都有相同的标志，车门是前后滑动的。而未来的医院的墙壁和屋顶呢仿佛是上面有液体流动一般，而这些液体呢它们在追逐着穿过建筑物的阳光，墙壁和屋顶就像在墙缝之中流动的那种粘稠性液体。这是未来节能技术的一个科技，而整个医院呢都是利用自然能源在运行。他说每个来到医院的病人呢，刚从车上下来呢，就接受等待扫描，完整的病史呢会以全息影像的形式在他的面前短暂的投射出来。为了确认信息无误呢，病人可以点击悬停在他前面的绿色按钮，同时呢，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血浆、血清、生物植入物等字样。他说其实就是你身体内的那个植入物在监测你的身体健康，并将所有必要的数据呢都传输到了医院的计算机系统。在进入这间看似无菌的设施之后呢，很少有医务人员穿着他们的标志性的手术服，就是医院的服装走来走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呢，病人都是沿着各种发光的墙壁走来走去，这些墙壁呢会将他们引向只有高科技设备的房间，所以医院是没有接待员的。而你体内的 AI 芯片呢会收到各种口头指令，比如说到了第一个房间呢，它会指令你脱下便装，换上一件医院的拖地长袍，而上面呢是布满了蜘蛛网和电路。那随着病人沿着发光的墙板走动呢，这件宽松的长袍会变得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紧紧的慢慢的贴合在你的身上，这是通过体温检测的方式自动激活的。当病人到达目的地时呢，会收到指令让你坐在椅子上，一只手臂呢会将自己牢牢的固定在椅子上，而椅子向后倾斜，上方就出现了你自己的大脑的全息影像。
一张奇怪的网络呢会覆盖你的整个大脑，届时呢病人与医院呢就可以无声的交流。当全息网络在他的大脑不同的区域进行闪烁的时候呢，就代表着不同的区域正在接受检测，还能够看到病人在大脑的区域接受检测时呢做出的明显反应，或者是各种情绪化的反应嘛。未来人就说在2000年后的城市呢全部都消失了，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农庄或者是庄园，成群的工人呢正在忙碌地收割着一种长条形的根茎类的蔬菜，它们看起来呢像胡萝卜或者是土豆的混合体，而每个工人呢都有一个编织的篮子，篮子装满之后呢会倒到无人驾驶的车辆之中，这些车辆上呢装有翅膀，配备了太阳能的电池板呢作为推动力。他说我星体旅行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男一女呢穿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衣物。开始时候呢，他们宽松的上衣和短裤都呈白色，紧接着呢开始变色，银色、灰色甚至黑色开始转变。他说我就猜测这些衣物是根据光线或者是热能的变化而设计的，颜色会随之改变。那未来的主建筑的屋顶呢，他说从远看去啊，像是有一排帆布的结构，一种胶状物质呢从屋顶顶部啊流淌下来，沿着墙面而下。那随着太阳辐射的变化呢，它的颜色也是在变化的。整个建筑呢是单层的，呈 U 形状，中间呢有一个庭院，它仿佛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社区中心嘛。当有陌生人闯到这个社区来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类似于无人机的物体呢悄无声息的起飞，漂浮在空中，大约飞到2层楼高呢。它呢就是间谍无人机或者是防御型无人机了，是全自动防御外来侵入的。当检测到你没有危险性的时候呢，它就会飞走。未来人就声称说他看到曾经我们所谓的国家和他熟悉的州界呢全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他们现在称之为社区的那种地方。每家每户的房子门口呢周围都有某种电场在涌动，而这个电场呢居然是做来做净化的。每个房间都配有那种独立的浴室，但是他们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娱乐设施。当你进入一个区域的时候，地面或天花板上的灯会自动亮起，离开的时候它们会自动熄灭。每个家庭呢都有10个以上的人口，如果被发现自己的家庭中有不育的人呢，那个不孕不育的人呢就会被赶出这个社区。这里的赶出呢就是指被赶出这个庄园，就相当于古代的那种流放一样，到大漠呢生死未卜。未来人就说呢，这个世纪的许多男性呢是不能够生育的，只有健康的男性和能生育的女性呢才被允许可以住在这些庄园里。这就让我想起了21世纪男性精子数量下降的那种现象。或许这个问题呢会持续的恶化，而使得地球呢越往后呢人口急剧就下降，而未来的社会呢就远不如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口稠密嘛。所以未来人说那个时代的人口呢只有不到10亿，远远低于我们如今的这个80亿。未来人说那个社区呢每年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交易会，周围社区的人都会带着自己的比如说农作物来交换其他的食物、衣物、商品和一些银币等等。但是呢他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其实大多时候他们都是宅在家里的，并不像我们现在21世纪的人那样四处去走动旅行。未来人还说那个时代的人他们遵循的是多元恋爱关系，是一种多个男人和女人彼此分享的关系，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婚姻式的配对。这种多元式的生育方式呢，也许正是因为男性生育能力在那个时代不确定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呢，这样的方式也许是最合理的选择。那未来人说呢，在我们现在的2000年以后呢，他说我就看到了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已经看不到佛罗里达了，墨西哥湾呢也显著的变宽了，海水呢通没了我们今天的许多的城市。他说当我到东海岸的时候，尤其是看到佛罗里达的变化后呢，我就注意到许多东部的主要城市以及整个东海岸呢似乎都消失了。在北美中部还有一大片地区呢都变成了沙漠，从高空看去呢整个地区都是沙漠化。他说我又稍稍的拉远我的这个视野呢，就发现地球的2极呢几乎都没有冰层了，只有很少的冰。格陵兰的冰盖已经消失了，北极呢只剩下少许的冰层，南极几乎没有冰。他说这就说明地球上的冰盖融化，而导致了地球海平面上升。在南美呢，他说我还看到亚马逊雨林大片如今已经变成了内陆海洋。他说我还看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整个地区被淹没，水位几乎到了巴拉圭一带了。他说欧洲呢和非洲看起来变化没有很大，而英国爱尔兰的海岸线呢消失了许多，英国的东英吉利地区呢消失在海面下，丹麦北德呢被淹没，俄罗斯的北极区域呢失去了数百英里的土地，变成了海洋。而南澳大利亚的中心区域呢现在有了一个巨大的湖泊，几乎呢占据了整个南大陆。
紧接着呢，未来人说啊，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台风呢，席卷了整个太平洋，比以前在新闻中看到的任何台风啊都要大。那随着极地冰盖的融化呢，海平面上升，气温也上升，这将为这种类型的台风啊提供超级多的能量。那台风呢，向着亚洲逼近，在接近亚洲的时候，他说我的视野就看到了日本的海岸线呢，大部分都消失了，东京呢至少有一半被淹没，亚洲的部分领土也没有了。但是我看到亚洲的香港附近呢，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底城市啊，非常壮观。他说在海底呢，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有多深，但是我下去之后，我看到阳光依然可以照到那里，只是非常的微弱。那是一个圆形的穹顶，而非常大，外面呢是金属覆盖。他说我粗略估计它的直径呢应该是2500英尺以上，而穿过了主穹顶呢，一旦进入里面呢，他说我看到了下方有许多人在忙碌。再看穹顶呢，突然看到那个圆顶开始变得透明了，也就是说我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的海底世界，而且无比清晰。但是我在海洋的外面看里面是看不到城市里面的。它这个穹顶里面呢是一个非常繁忙的社区，里面有商店、行人、各种各样的商品，人们穿着舒适、宽松、色彩鲜艳的衣服，周围呢绿植繁多，这里非常的现代化。移动的人行道呢都有那种像机场一样的那种电梯，电动车呢也在这里穿梭，看起来非常的清洁。在圆顶内呢，我还探索了其他6个小圆顶。他说每一个小圆顶呢，大约就是一个圆顶的1/4的面积。他说我依次进入了每一个。他说我看到一个圆顶啊是工厂、办公室，另一个圆顶呢是有很多的那种运动设施，包括网球场呀、跑步机啊等等运动的。还有一个圆顶专门是用于农作生产的，里面有层层叠叠的植物、海藻之类的作物。他说另一个圆顶看起来呢像是用来钻探和开采的，连接了很多的那种钻探井装置。还有一个圆顶呢似乎是用来净化水的。他说最后一个圆顶啊，他感觉像是发电站，能够感觉到它的震动，但是他不知道它是怎么运作。未来人说啊，我也看到那个巨大的台风呢已经向着我的位置开始袭来了，所以我就推测呢，水下的这个圆顶呢就是未来的人类呢打造的，专门为了躲避这个巨型台风的一个避难的海底城市了。因为当时的地球呢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地球的温度明显升高，所以呢亚洲就建立了自己的水下城市，许多沿海城市被淹没。所以想象一下，如果气温再上升10度，极地冰盖完全融化，那台风的强度和频率会达到怎样的程度？所以未来人就说啊，我还看过北卡罗来纳州和夏洛特地区的数千年以后的场景。当时呢，他说出乎意料的就发现了自己呢置身于一片沙漠，远处呢耸立着一座外形奇特的巨大建筑。他说我就看到了一座仿佛失控的艺术项目，它是一座废弃的城市，而整个城市呢，包括街道、房间，似乎都由某种光滑的聚合物材料编制而成。而那种暗红色的建筑呢，支料呢致密无孔，像火山玻璃一样。他说这就让我联想起了美国西南部的那些经过了千年风化而形成的奇异的峡谷岩层。而这座城市并不是被掏空的天然岩体，相反呢，这一片未来式的居所呢，被纺织成一整张连续、自由流动和蔓延的那种蜘蛛网结构。期间呢，还穿插着开放和不对称的空间，整座建筑的奇观直径1英里，而环绕着中心的一片呢，是如今荒芜的一个开放式的广场。那这座失落的城市显然已经空置已久了，因为到处都堆积着沙子，但是更能够证明建造者与材料的非凡之处。城市看上去呢完好如初。他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坍塌或者是砖石瓦砾，这些几乎呢必然会出现在当今的长期荒废的那种城市当中。他说我还检查了几处住宅只见相同的怪异的建筑材料，各户的平米几乎完全一致。我到访的每一所房子呢，主卧室中央都有一张与膝盖齐高的那种桌子，仿佛是从地面自然生长出来的。各单元中央呢都是起居室，向外辐射出1到3间房间，墙面上呢都是宽大的架子，就是那种一体成型式的，而不像我们如今的房子都需要装修去安装嘛。他就是说地面、墙面所有的那种桌子摆放的装饰的那些位置呢，全部都是一体成型出来的。所以他说我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家具，所以也就没有那种匆匆忙忙撤离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任何的垃圾。所以他说我推测呢，当时的居民一定是有组织的离开了这座奇异的城市，而未留下任何能够随身携带的东西。可惜的是，他说我依旧找不到关于这座城市昔日著名的任何的线索。未来人就说自己在星体投射期间呢，曾与小灰人和外星人呢互动过4次。他说2次呢是在一艘绕地球的高轨道运行的大型的隐形飞船上，另外2次呢是在他们位于地球另一侧的月球基地。
他说我无法保证以下任何的信息的真实性，因为我发现灰人外星人对真相非常的模糊。每次当我问他们问题的时候，得到的答案都是与上次不同。然而他说我感觉如果你能够成功找到真相，那么以下的信息中肯定就包含着真相。他说我当时碰到灰人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人类无法勘测到你们在轨道上的飞船呢？他们回答说它被隐形了，该系统使用了你们地球上没有的磁波和特殊的合金，它有点像你们的隐形护盾，但要先进得多。然后未来人问他们说那你们的家乡在哪儿？那里怎么样呢？灰人就说它位于你们称之为卯宿星团的一颗星球之上。但是未来人说第二次我问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的家乡在天狼星，它是位于一个双星系统之中。早在1万多年前呢，他说我们的科学家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一颗恒星呢正在变得越来越热，最终会使我们的星球呢不再适合居住。如今我们许多的居民呢都住在了地下城市之中，只有最顽强的人呢才仍然能生活在地表之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才促使我们的人民开始探索银河系的这个区域。灰人就说他们是能够毫无困难的同时感知到物质和星界的。所以这个未来人说，我每次用星体投射前往他们的飞船或基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立刻的注意到我，而他们非常好奇呢，我是如何轻松的前往他们那里的。有一次呢，他们就问我家的那个坐标在哪儿，好让他们来拜访我。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安嘛，于是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礼貌的拒绝了。他们似乎很失望。未来人说，我还在他们的飞船里面发现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躺了一个人，像是从地板上长出来的那种桌子，你知道吗？和人融为一体。他的灵体呢，就在这个天花板附近晃来晃去，脸上带着明显的恐惧感。他说我当时呢走过去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但是他呢当时被吓得发狂，已经失去理智了。于是我请求灰人停止检查，把他放回原处。但是灰人就告诉我说没事，他没事。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们令人愤怒的反应。他说我就曾4次向灰人代表呢提出以下重要的问题，但是每次都得到不同的答案。所以未来人说你或许就能够猜到我为什么非常不信任这些灰人。有一次他说我问小灰人说为什么你们的种族不向人类宣布自己呢？小灰人看着我好像不明白这个问题。最后他们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问一个非洲的狮子研究员嘛，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他说他们的反应就是你不应该向那些愚蠢的动物宣布你的到来，以及你打算给这些愚蠢的动物开始要做检查了，你怎么会跟他们说呢？而且灰人还说其实我们已经联系了你们的政府，只是他们要求我们不要公开身份，以免破坏你们的社会稳定性。还有就是他说在我们的星际条约里面还有不允许干涉的指令。那最后呢，未来人就说请记住我所讲的呢只是一个可能的未来，而并非是我们无法避免的现实。他说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呢就开始采取行动来避免这样的未来。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